这个男孩因为他的嘴唇没办法正常合上，看起来就像在微笑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微笑。不过更多的时候都叫他白痴。他看起来确实挺矬的，带着身边那个叫鬓角的孩子，两人靠着给人剃胡子、剪头发来勉强度日。两个人没有家，他的理发店就开在一棵大榕树下面，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，一面已经看不清楚的镜子，一盒所谓的理发工具。而他就以这棵榕树为家，平常就睡在树上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他都是那一身破烂的衣裳。村民们对微笑都是呼来喝去的，谁也看不起他低贱的种姓血统。在大家的眼里，低种姓的人不配走正门，所以微笑每次上门服务的时候，都是蹑手蹑脚的走后门。微笑对此却毫不在意，他觉得自己就像村民说的那样，全是仰仗村民的施舍才有口饭吃，能有活干有饭吃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只要攒够钱，迟早有一天就能在树下建一间真正的理发厅，完成自己的梦想。听起来好像有点异想天开，但人还是要有梦想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还别说，真有天上掉馅饼的时候。这天，一个投资人看中了村里的一块土地，想在村子里开一个工厂。好在村长还是向着村民的，不愿意签字。可村长的两个儿子得知对方愿意花5000万，惊讶之后就是贪婪了。两人嘴都快磨秃噜皮了，也没能改变老村长的决定。为了不让到嘴的鸭子飞了，两个儿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去政府登记，势必要来一场公平的竞争选举。两个儿子轰轰烈烈地搞起了行贿拉票的行为，各种各样的暗箱操作，手段是层出不穷。南村的人是大儿子的地盘，北村的人是二儿子的地盘，肉眼看上去好像平分秋色，但真要拉起票来，堪比打仗一样激烈。大儿子出动了换购政策，凡是给自己投票的，通通有2000卢比的报酬，事成之后可以拿代金券来换真钱。二儿子也不甘示弱，你花钱买票，老子直接用武力恐吓之，敢不给我投票，限你一条腿。为了争取选民，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，挨家挨户谁都不准跑，选举，选到最后比拼的还是人头。本来二儿子以1票的优势领先于大儿子，结果某天晚上，北村一个90岁的老妇突然嗝屁了，于是两个人再次回到了起跑线上。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张新的选民登记证被邮差投递到了村里，两个候选人赶紧过去拆信，一看名字傻眼了，选民证上写的人竟然是微笑。原来微笑20多年来一直没有身份证，所以攒的钱也没有办法存银行。后来银行的工作人员看他可怜，就带他去政府部门重新填了一个表，起了个新名字，顺便还办了选民证。就在南北村竞争最为激烈的时候，微笑从天而降，成了问题的关键。他这多出来的一票是决定胜负的一票，这也就意味着谁能拿到他的票，谁就能获得最后的成功。一时间，微笑从一只无人问津的小草，成了两派人马捧在手心里的香饽饽。为了巴结微笑，要到他的选票，两边都卯足了劲讨好他。镜子脏了送新镜子，椅子旧了送新椅子，牌子旧了送新牌子。尽管根本不知道选举到底是干什么的，但微笑却因为自己的那张选票，一夜之间走上了人生巅峰。他在这种讨好里逐渐失去了本心，毕竟穷困潦倒了这么多年，突然成了村里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谁都难以坚守本心。之后，每当两派的人过来问他决定投谁时，他都是一边微笑一边摇头，还没考虑好。一句“我还没考虑好”成了他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源。才几天，那棵大榕树下已经堆满了各种家电，北村的人甚至还给他盖了一座房子，放上了上好的理发工具。理发店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，他以为他终于获得了尊重，却不知道他自始至终都是一颗棋子，一颗用完即弃的棋子。两派的人真的是在巴结他吗？不，其实他们都在巴结那张选票而已。距离选举的时间越来越近，而微笑依然没有做出决定的时间。两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候选人逐渐失去了耐心。他们是高种姓，而你是一个低种姓的人，低种姓的人配跟我们谈条件吗？北村的人起了杀心，他们甚至做好了打算，如果南村的人最后赢了，那他们就砍掉微笑的胳膊，让他无法投票。而南村的人恰恰也是这么想的。此时的微笑还在幻想着自己靠选民证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却不知道危机已经渐渐逼近。
命运理发师绝对是一部将黑色幽默贯穿到底的辛辣讽刺喜剧，剧中各种明示暗示都在揭示印度的选举黑幕。就像北村，他们为了能赢得南村，将所有摇摆不定的中立村民全部赶了出去，而南村为了赢北村，还想到了杀人减少票数这样的招数，而他们选举的初衷更不是为了村子的发展，只是因为听说投资人会拿出5000万卢比开场，他们看重的是钱。高种姓的人每天开着小轿车，好不威风，而这所村子里就连一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。男人拎着水壶去林子里解决，女人就更惨了，解决大小便的同时还要防止色狼的骚扰。没有学校，适龄的孩子都在家里闲着，水龙头没水，家家户户要靠买桶装水吃喝。大家敢怒不敢言，面对选举时各种作弊，他们也只有随波逐流，只要不招来报复就行。至于选举前的各种承诺，呵呵，听听就算了。可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个微笑，他的不按常理出牌，将这场选举搅得天翻地覆。然而他的贪心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。电影前半节笑出泪，可是笑着笑着就揪起了心。穷人们被压迫，低种姓的人被践踏，而本被赋予的选举权也成为了富人们敛财的手段。这何其悲惨，又何其的恐惧！电影的最后，微笑决定破釜沉舟，反戈一击。最终，微笑成为了名义上的村长，做了村长本该做的事情，并且得到了2个村落全体村民的拥护。命运理发师探讨了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、古老的分家难题、民主选举的舞弊现象，以及现代个体的身份属性等，并以这些多元而具有分量的主题，谱写出了一部带着闹剧色彩的讽刺喜剧，实在出人意料。故事中的一系列巧合，有它不能改变的硬东西，看似人的选择困境，实则是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的困境。在这种困境下，贱民或者高等人都活得不像人样。故事最终停留在2种力量的对冲处，看起来故事没有讲完，但这恰恰是一个负责任的现实结局。因为这次选举赢了就会结束吗？不，只会无穷无尽，更加没有底线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这么多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爱你们哦，么么哒。